好，欢迎来到小哥的反视频。那听完 ET 的原创之后呢，这一次呢要分享别的哈。那今天呢要分享大哥去参加一个节目哈，这个节目不知道有没有看过，我不确定哦，要看我才会知道啊。标题的就写华晨宇，你正常吗？应该是答题的一个节目。不管啦，我们就先来看他有没有发现新的什么东西啊。开始。啊，对了，花花全能高回答就是，对，没错，我刚刚讲的。对，马上欢迎这位看起来也很不正常的朋友，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来宾华晨宇。当初可能暂时觉得大家认为他是非常不正常。人气王，太可爱了。他是很热心。要有多妙，就是他来录节目的这一天发了新歌。跟我们的节目完全名字可以连起来，告诉大家叫什么名字？我管你！我管你的！你看，你正常吗？我管你！欢迎你来，欢迎你来！好，来，两位请入位。你根本不懂我的感受，2000元，主动帮女朋友买。这个一开始。开始是什么？哎啦，帮我读一下这题，还蛮好玩的这个视频。我认识买姨妈巾。哎呀！等一下，它就是卫生巾对吗？对啊。他的确是从火星来的啦，给他一点时间适应好，我们不要勉强他哈。这道题我们只问男生的，我觉得太不正常了，因为它的题面是主动，我瞬间想到一个男生提了个篮子在逛超市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走到那边卫生用品一看，哇，这么多品牌，哎，日用的、夜用的，哎呀，还有棉条，那一样来一个。回去要给女朋友说，亲爱的，你明天亲戚就来了，这是我为你买的。你这个大混蛋，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？做这种事情你也太丢脸了吧你！这个很变态好吗？不过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见到那个东西的时候，我有一点吃惊，因为我有见过它包装起来是小小一片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分享，但我没想到打开来比我想象的大好多。我想问一下方嘉怡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你看，因为我就买。啊，你买过？我真的，我第一次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我10岁那年。那天我正在写作业，突然就听到我妈在说：“原来你过来一下。”我说：“啥子事？妈妈？”她说：“哎呀，妈妈肚子痛，你快点帮妈妈去买包卫生巾。”我就拿着这5块钱，每一步都走得好忐忑，我都涨红了脸，走到我们楼下的小卖部，然后我就说：“何娘娘，买包卫生巾。”然后何娘娘就看着我就说：“哦，给你来包苏尔美。”我就直接拿到手上的，而且离我非常远。走到家的那一瞬间，我觉得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脸面可言了。没有那么夸张，正常的，正常，主动。对，因为其实刚刚芳在讲的，他说的是主动，但其实他还忽略了一个关键词，就是女朋友。啊，对。所以。先不说女朋友，首先你在追求一个女生的时候，如果她要是能够跟你主动讲她生理期到了，那如果你在追求她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去主动去买了。可是这很诡异耶，男生主动记女生的生理期是什么目的呀？他在算什么安全期什么期吗？不是，因为你不知道，就是从男生的角度来讲，真的一定要把那个日子记清楚。那个时间的女生，第一她会不舒服，第二她情绪很容易波动，所以有些平时可以做的事情，在那个时候是不能做的。而且女生的那个生理痛，对，有人形容过，就像有人踩住私处然后碾压。这个周星驰这个片太搞笑。他形容太好。所以你说主动帮人家买个用品怎么了？人家那么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问一下花花，你有曾经主动帮妈妈买过吗？这个我也有经验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买过。我想那么多，我就一进去就很直接的，比如说对面就是那个便利店的老板，对，然后我说小弟弟要什么呀？阿姨你好，就是。阿姨。干嘛？你要买什么呀？美女你好，就是。就是我想帮我女朋友买卫生巾，然后量多还量少呀？就是我不是很懂这个，然后你可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下？有吃饱没吃饱？他就是来了。好吧，那你每一样都拿1包吧。好，那每样来。
好好笑哦。第二题，请看。这题好笑，真好笑。燃并卵，那个卵是什么？这个是一个现在流行的，年轻人说就是你做了一个什么决定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4000元的这道题目，请问曾经对关系好的异性朋友产生过幻想，这正常吗？曾经有一个异性的朋友，我会知道他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不会跟他有想过、幻想过要跟他再进一步或怎么样，甚至会什么性关系或都不会，因为关系好一定是你们已经相处了很久，已经了解了，对啊，就会觉得像好哥们儿，就是那种啊搂搂搭搭，因为关系好，对对，所以才会就是没这样有不在意这些。花花，你有对身边的就是姐姐辈的女生产生过幻想？其实我没有，没有，从来都没有。我觉得要不然就在一起，不应该对自，比如说我是男生，我就不会对一个女生，这个女生跟我关系特别好，特别铁，然后我就觉得那就不会往其他的方面。对，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这回事情。对，我根本就不相信，我觉得太正常了。那如果是以你来讲，你对哪一种对象是会有幻想的？幻想应该是刚认识的时候，觉得这个人还蛮不错的，然后还蛮来电的，然后就或者是所以你的关系好，这个是因为关系好一定是你们已经相处了很久，了解了。对啊，我的想法跟他一样。对，我觉得网友应该是觉得他是正常的，是哦。虽然我觉得他不正常，但是网友应该觉得正常。我听他的。好乖啊。下一题。所以，不，这道题目6000元。为了不放屁而刻意不吃某一样食物，这正常吗？这正常吗？我觉得各位，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灵魂导师、人生方向正确的指引华晨宇的观点。对我来说当然是不正常的啦，因为我那么爱吃的一个人他什么都吃，管他有没有放风的都嘛吃。对，然后我觉得。就是我觉得不正常，而且我觉得，如果从大众的出发点来说的话，大众应该也觉得是不正常的，因为现在对于社会上来说，太多人普遍都是吃货了，所以他们应该不会为了就觉得吃这件事大过天。对。接下来要进行判断了，来，请选择。我们的答案是不正常。不正常。来，请看这题是什么？所以是对的，好像他们。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身边经过一位波涛汹涌、令人心潮澎湃的性感美女，靠下半身思考的男人很容易掉进沟里无法自拔。但在女人天生同性恋的风潮下，面对一位性感无比的尤物，也会好色心起，变身女痴汉吗？NOMO 实验室特地招募到男女各20名网友来进行测试，然而他们对于测试的内容并不知情。实验员会将他们逐个带到美女的身边，以测试男性和女性谁偷瞄美女的时间会更长。6亿性感美女，谁偷瞄的时间会更长呢？A. 男人，应该是女人啊。女人。我也觉得女人，因为男的如果看到一个美女的话，他应该只是想偷瞄一下，然后就会不是很敢看的。然后女的会去学他们的穿着打扮，甚至有人会看哪些地方是假的，就是会这样。我觉得其实艺人比较少有这种体会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街上的时候，很少会有机会大来，哎呦这不错，是不是？所以花花你是会注意到这些的吗？我如果看到一个特别美的，我会看2眼，但是我也不敢多看。请问男人在别人面前落泪，你会觉得他 A 真性情 ，B 真不 man？ 这道题目呢是由懂关爱、成就更强大的男人多芬男士护理品牌提供的。这个很明显是 A 啊，因为没有人会觉得，就是会在别人面前哭的人是一个不 man 的人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好比在学校里面，所有的同学都毕业了，我们全班人在一起，然后就弄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趴，对，就像栀子花开，对。然后就是所有人都会感动的哭，然后班主任。我怎么感觉他好像体验过这一面，然后他讲完这个时候眼睛都红台上有个了。哭神，就是你是吗？你吧。我们来看视频好不好？来。谁呀？今天有没有哭？是
是否朋友都怎么都是他在哭？留下了带不走的苦痛。我就是我。这是哭声本身。为什么要附赠一个我？好帅啊！天，又是这首。我觉得哭是一件很享受的一件事情啊。享受。对啊，是一种心情啊，当然享受。对啊，因为流眼泪，你不觉得这是你还会难过，就证明你会或者是感动，这是有一件感情的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啊。对啊，啊，家人会跟着你的情绪崩溃，一起崩溃。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真性情，因为刚刚芳芳她说的是一个要很有责任心嘛，就是如果你家里面或者是谁出了事情的话，其实所有人都很感动，那都会难过。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哭，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担心。但其实如果你不哭的话，其实他们会更担心一些。对，来看一下这道我们赢题一，道吧。让我们赢一道好吗？这道题是，你这个混蛋！混蛋啊！这道题目2万元，做好准备。哦， 3、差那么多。 2、1，开始。你看，下面哪种同事让你避之不及呢 ？A. 八卦小喇叭 ，B. 马我马屁精屁精最讨厌。 ，C. 猪一样的队友。好，花花一直在沉思。花老师请指教。这个我还真的有点不太清楚。什么？花老师你忘记了？不行，我需要你，我是猪一样的队友啊！回神，状态回来。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经历过职场，所以，哎呀，猪一样对。其实真的难选。就你身边那一位，你想要选 C 吗？不可以，这是侮辱我了呀！你不是啦，你刚刚我们两个配合的很好，因为你能够抢到。如果用排除法的话，那 A 应该不会，就是因为八卦其实还好，同事之间还蛮喜欢聊八卦的。然后马屁精就是拍领导马屁嘛。对。生活中，我知道我学校里面有同学，他们每天都去拍老师的马屁，但是这样的人还是有很多的朋友，并没有招来什么，并不是很多人都会对马屁精避之不及，是这意思吗？对，因为反而需要有些事情，比如说要找老板或怎么样的话，也许会通过这个人。哦。但猪一样队友的话，就是当我们要完成一个业务或完成一个一个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想，他说，那你去找一下你的团队或怎么样，然后我会想不到找这个人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等于你把他已经屏蔽了。对，所以这个人自然而然就脑袋里面大脑就避掉这个人了，避之不及嘛。花老师今天说什么是什么，我信你。C 吧，我想的是 C。我们的答案是 C， 但是不一定对啊，不一定对。猪一样的队友。这道题目又对，是第2季你正常吗？有史以来尺度最大的题目。出题的是同道大叔，随时帮你找人倾诉，分分钟让你躺枪，千万不要认识的星座控。请问，你认为恋爱多久以后？哇哦，可以啪啪啪。天哪，这能聊吗？聊。A 3天。B 3周，怎么这个事情觉得这个时候看3个月贵？D 3小时。这哪有谈恋爱啊？快说！啪就是那个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就是那个。对，不要说出来。哪个啊？就是上床是吗？地之事，这其实讨论的就是现在的网友们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接受程度。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很难决定，因为呢，你感觉来了就趴了，真的。可是如果你时间拉太久，又觉得好像这个人是不是对你没什么感觉？我是觉得差不多2个月啦。你跟你先生是多长时间到本垒？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啊，他在发烧感冒，他都不准我就是太靠近他，所以我们有把暧昧期拉长。然后我们好像。可是感冒一般1周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听我讲完。后来呢，好像是1个多月的时候。你看你自己。
你觉得嘞，花老师？我请问您都多久呢？拜托 A 老什么都敢讲如果的。是一个宅男的话，我如果遇到一个人跟一个人谈恋爱，会是，我觉得是3小时。花花好棒！花花，我现在在你脸上看到3个字，我管你。对啊，我管你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年轻人应该都能接受。可是我觉得3个小时真的太夸张了吧。如果是早上认识的话，可能会要时间长一点；但如果是晚上认识的，也许3个小时就。3周跟3个月有一点点难选。所以现在关键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，到底他们的恋爱速度是什么样的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那就听我的哦。听你的。哎呦呦，花老师要听我的。好。哈，没了，什么意思？结束了吗？哎，还真的结束了呢，就这样。OK， 好的。哇哦，我觉得这个视频，我不知道这个时段分享这个对还是不对呢，我不知道了哦。反正就是已经分享了，我也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啊，但是有趣，当然一定是有趣，特别是我觉得前面一题问到卫生棉的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那听到他们里面的分享啊，小哥也分享一下自己的小经验给大家一下啊，希望有耐心的听一下。有一次我跟我现在的太太交往的时候，她突然间有时候来我家里宿舍里面，然后有一次她刚好大姨妈来的，我这个人就是非常不在乎的，就是像大哥讲的 I don't care 那种的，我都无所谓，我去外面帮我妈提背包啊，牵我妈的手，我觉得都很正常，我觉得没什么不一样，虽然可能别人眼光看到哇哦，这个男生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是我在我眼里，我就无所谓，很看这种事情是，我看待这种事情是很正常的，我不觉得我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好，那我去帮你买卫生棉，我就到了真的是到楼下过一条街去买那个卫生棉。我说阿姨买卫生棉，那时候是没有这么多选项，什么白天晚上啊，什么一大堆的选择没有，他就勘察长度啊，就买了。他说那个时候买是38吧，我忘记了哈，他就买了。然后大姨还一直看我哈，她不觉得我买那个有问题啊，她就说阿弟啊，你别一个袋啊我，我就想说啊，这样拿回去也不会怎样啊，就是一个干嘛用袋子装就很正常啊，就拿在手上，人家手啊晃啊晃，然后人家都一直看我，我想我有问题吗？就一直想说，我是一直在想说，人家看我是不是看我哪里不太对劲了，没有想过说人家看我手上拿一个卫生棉，你知道吗？但我觉得这个是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哦，就并不觉得这个是什么。今天如果不是我女朋友，她如果拜托我也会去帮她买。讲真的，我都不会觉得这个有问题，我觉得这个很正常。关于大姨妈来哦，我也是很好笑哦。我是特别没有记性的一个人，特别是这种生日啊、电话号码跟这种数字的，我都特别不会记。包括我自己的生日，我都很常忘记。真的，我爸妈生日我也常忘记，我结婚纪念日我也会忘记。唯一记得了我小孩的生日，其他我基本上都忘记，很长都忘记啊。有一次我老婆的大姨妈来啊，我不知道，她就每天基本上我下班的时候，她很早就下班，她就先在床上这样玩手机啊，然后我就有时候来的时候很爱闹，然后我就一看到她，老婆想要今天来跟她玩一下了，就不是正常的玩，就是打闹的，就很像小朋友玩那种捏来捏去那种瘙痒那种玩法，不是那种的哈。然后一回来开门就看到大家就说老婆，然后撞一下可爱，这样直接趴上去，结果被他扒下去，他说白目啊，你不知道今天我那个来肚子很痛，你还给我压下去。哦天哪！我想说，我怎么会知道？白白的头被扒了一下，真的觉得无言哈。但是这个就是好玩的一个地方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有趣的一个小分享啊。那
里面呢我觉得有2个问题我不想讲，这个时候真的不想讲哈。其实我很想要分享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讲了啊，大家去看一下就好了，哪一个题目的哈，不讲了。那就这样吧，我们就把那个做一个总结哈。那整部的影片看起来，这个当然是 cut 的哈。那我可以做一个结论是，大哥做人的时候，在回答问题、在做个决定的时候，他是透过非常多思考的。虽然这个是3选1的一个题目，但是我觉得他每一个都很会去做排除的选择哈。然后他会每一个都去做分析，他不是说一定是这个题目是对的，不是，他会拿3个来做一个分析，然后用排除方式的哈，把它排掉，哦，这个不太可能，把它排掉，然后再拿另外一个跟这个对比，哦，这个不对，把它排掉。然后这个是最有可能，他是做这种判断。我觉得每一件事情、每一个题目，我都能看到这一点。我觉得这一点，可能大家在欢乐中、笑中忽略掉的一个细节啊。那我是有在注意到这一点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做事情一定是一定是有他思考过，他有去做的，所以我非常相信他的人格哈。我相信他所有做的事情。他一定是有想过很远，就是每一个步骤他都想过了、清楚了，不管他做的这些事情未来怎么样，他都会对这些事情他做的负责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做人的一个方向哦。我没有要扯什么哦，大家不要乱想，就是看完这个影片之后的一个结论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对他非常高评价的一个点评啊，因为他在我的人生中，我觉得唯一一个偶像。目前我最新最深的一个偶像，然后也是比我年轻的一个人生导师，这一点很重要哈。好，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